今天是大年除夕，我现在刚刚到了新山，所以今天早上3点钟3 AM 我就计划要出门，从Seri Kembangan到 Skudai， 但是因为要打理2个小孩子，然后 luggage 还没有 pack 完，你知道新年我们要处理完自己的家，打扫干净，我们再回去新山，所以正式出门的时间离开Kajang Tor大概是5 AM 5点钟。然后我们到了Skudai多的时候是8点32分，大概3个小时半。那间中呢，我们就在Air Hitam的 Gentari 充电站逗留了大概32分钟。那因为有着过去之前我驾这个 Smart Hashtag One Brabus 的经验，我们这一次就没有把目的地放在新山，因为我在早上下车的时候，外面温度是 25.5， 我就把冷气set在 21.5， 不会太伤它的，太耗电。那这个时候系统就显示我能够行驶429公里，在 Efficient Mode 时速不能够超过140 km/h， 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系统显示429，如果我距离新山的话是322公里，也就是说429减322。429减322，就是我到了新山的时候，我还有107公里。理论上技术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我们都知道，当你的电量只可以走100公里，通常都是 below 20% 了，对电池不健康，对你也不健康啦，因为你会有 range anxiety， 对不对？那为了要避免这个情况出现，我们就把目的地 set 在 Gentari Air Hitam 237公里，所以237公里扣掉这个系统显示的429公里，就是我还有192公里的 buffer。我到了这个Air Hitam，我还有192公里。如果我突然间想要驾很快，做一些很鲁莽的事情，至少都还有100，就比较 make sense。而且你要考虑，你到了新山过后，你可以不充电，到新山绝对没问题。问题是你到了之后呢？你到了之后，除非你是到了一个充电站，不然你接下来你还要去一个Pasir Gudang，你要去一个 Skudai， 你要去一个波底，或者你要去一个 Geylang Patah， 你要去一个奔真，打不累了，不能了 ，OK。所以我们到了Air Hitam Gentari 的时候，还剩下37%，还能够行驶153公里。那从Air Hitam Gentari 到 Skudai 是距离79公里。所以153公里减掉79公里，我还剩下74公里。我当然可以到Skudai，可是到的时候我会充满着旅程焦虑症，而且我还不确定前面是不是很多车需要一直超车等等。但是有一点超乎我意料的是，其实也在我的计划里面因为今天是除夕嘛 ，Come on， 除夕，我6点53分到那边的时候呢，已经有2台车子，因为那边是有一个50 kW 的 DC， 2个180 kW 的 DC， 然后这2个180 kW 的 DC 一共有就是2个180 kW DC 有4个 plug， 然后有2个都被占用了，一个被 BMW iX1， 一个被 Volvo XC40 Recharge。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去跟那个 iX1 抢，或者我跟那个 XC40 抢，他们的这个充电桩就会 split 掉，就两败俱伤对他也不好，对我也不好。那我为了不要嘎叫他们2个，因为他们先到嘛，我就退而求次的去选择用那个50 kW 的 DC。那虽然是 speed 一般90，但是你知道 torque curve 这个东西，不 torque curve charging curve 这个东西，你又不会用到它指定的那个量了，所以我就冲到那个 XC40 走了之后，我再拔掉，虽然不好啦，不过我赶时间，我要回家，我不要 skip 那个 traffic， 所以我就在拔掉那个50 kW 的 DC， 再跳回去那个180 kW， 所以前后我就用了32分钟，其实充电只用了25分钟，因为我充完过后小孩子才讲到大便，又跑去换个尿布什么等等，所以32分钟我又有 80%， 又是一条好汉。所以当我有 80% 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有信心，因为 80% 的时候我还可以行驶350公里左右，到新山是 more than enough 还有的，因为我到了新山，我已经非常清楚知道 Mutiara Rini 这边有22 kW 的 AC， 如果我到 Port Dilasion 那边也有这个AC 的充电站，所以所有东西都是要 plan before you go。 电动车不适合每一个人，它适合做了功课，做了准备，看了影片 OK， 有一点知识，有一点尝试的人，你就可以去 try 这个东西，是 OK 的啦。OK， 我觉得反正你停下来小个便，伸个懒腰等等，25分钟到30分钟是绝对 make sense 的。而且重点是你的里程不是，我觉得 KL 到 JB 还算 friendly 啦。如果你 JB 到 Penang 那个要 plan 到更加的
怎么讲？有一个成语叫什么了？总之就是 blend 到更加的谨慎这样子啦。至于你说到800伏平台，当然充电会比较快，不过我觉得没有真的是快到那一种飞跃式的快啦。因为在理想的世界当中，它可以支援270 kW 的 DC， 可是270 kW 的 DC， 你还要看那个充电站本身够不够降大的电量。如果它本身已经 split 掉一点点了，你用不到的 ，OK， 你用回去跟400伏平台charge的速度没有不同，所以它是双向的，不是你车子可以接受，就是你的 input 大没有用的，那个充电站的 output 也要够大，大 output 大 input 才可以 boom 一声就充到很快这样子啦，但是这个车总的来讲，它还是没有让我有太多的 range anxiety， 因为我已经 plan 到比之前更加的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暂时到这边，在这边今天是除夕嘛，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步步高升，招财进宝。然后我们就暂时先跳回去这个奥迪e-tron GT 的传统介绍、传统试驾影片 ，Let's go，Let's move on。原本刚才那一段呢是要加进去奥迪e-tron GT 的完整介绍影片，可是我发现我已经讲了接近8分钟，已经可以成为一支独立的影片，那我就顺势把它讲完，然后介绍这台车子的影片再分为第2个 part， 让大家也可以针对不同的观众看到不同的东西这样子。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，哇，塞车就完蛋了，好像我昨天早上我才去 IFM 有讲了关于这个佳节期间开，就是佳节期间，就是你说在 highway 上面没有电跟没有油是一样的道理来的。如果油站离你很远，你还是要叫拖车，还是要叫吊车，只是电动车没有电的时候不能够拖嘛，因为它的轮子是 lock 着了的，你必须要叫一个 mobile 的 power bank 流动式的充电来帮你charge一点点，让你电池有电，你轮子才能够滚，才能够上吊车，不然要那个 flatbed 来拖上去这样子啦。But let's not go there 啦 ，OK？ 只是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样子。其实开电动车回乡最挑战的部分并不是在回去的时候，而是在返程的时候，因为南北大道的这个充电器所在位置 Northbound 跟 Southbound 会有一点不同。当然像之前那个 IE-DAM 这样子是没有分别，你只要出多都能够找得到比较 neutral 一点点，不需要 U-turn。那这一次呢，我离开家的时候是还有剩下 80%， 还可以行驶大概340公里，距离我的家322。那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10点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是要找一个地方停下来补血，然后我再继续走。那因为我要到 IE-DAM 的时候，我还有剩下 65% 的电，所以你都知道，如果你65你去充，你是浪费那个快充的，因为当你电池这么满，它是不会去到准的。那我就直接再往前走，走到这个 Negeri Sembilan 的 Pedas Linggi 那边有一个 Gentari， 但是它不像 IE-DAM 这么多，它只有2支，就是180 kW 2支枪。那我抵达的时候是12点38分，我大概耗了23分钟45秒，就从20充到80，然后充电的速度一路飙到177个 kW DC。那它会随着你的电量越来越高，特别是过了50、过了60之后，它就会一直下到大概100多。所以换句话讲，你从60到80跟你从20到80其实差别是不大的，因为它都是要走那个 curve。所以如果我刚才在 65% 就去 IE-DAM 充，我会浪费掉那个时间，而且我充到的时候我到家又没有电，所以我在这边一共花了76块8毛6，一共是充了 51.239 kWh， 我就能够顺利到家。那我离开这个跟 bus store 的时候是10点38分，然后我抵达我 KL 的家的时候大概是接近2点钟，所以坦白说也是大概那个时间只是你要 spare 那个时间出来，你就当做是小便什么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果你的钢泵没有 DC 也没有 AC， 你还有最后一招，就是这个 3-pin plug， 但是它非常的慢，它只能够提供 2.1 个 kW。那通常你在家装一个 wallbox 是从 7.5 kW、11 kW 或者最大可以到22 kW， 所以 2.1 如果电池是92 kWh 的话，充到满要46个小时。不过我在新山的第一个晚上，我睡觉醒来从75到95，我觉得已经是没有得去闲了的，因为至少你只要有一个 3-pin plug， 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家都能够找得到。
那这边稍微补充一点点啊，那如果你载过小孩、带过小孩的朋友就知道，你开长途车最重要就是这个持续性、间接性，让他一觉到目的地，不要让他中途醒来，他会不愉快。其实大人也是一样啦，只是说到了充电站的时候，刚好这个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有没有什么动静，因为这边蛮亮的，也是安全啦，马来西亚太暗很危险。但是就会有点弄到他好像要醒来不醒来这样子，那谢天谢地，他在这个充电的23分钟里面都是一直属于熟睡的状态，直到我们到家上床再 continue 睡到天亮。所以根据我过去开过很多 EV 走 highway 带小孩子来讲，我不觉得是一个问题啦，相反有时候你停下来是一个你本来就要停下来的嘛， you know what I mean？ 来回我是除夕从 KL 往南下，然后大年初一的晚上离开新山来到 KL， 都希望今天这期影片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，因为不只是农历新年，你知道马来西亚最多的就是 Public Holiday、Hari Raya， 还有各种各样的国庆日啊、长周末、长假等等，都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。因为就像我每次说的，没有电动车的人，你都会有一个意识，觉得说没有充电桩，随便就脱口而出，不是没有，是你还没有准备好。